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大师局，我是唐韵。很多人一想到小米，脑海里浮现的关键词就是性价比之王、国货之光。但最近小米却连环爆雷，手机爆炸伤人，高管突然遭到开除，海外陷入了苹果和三星的围剿，甚至新能源车的保险还把车主们逼进了保费地狱。单看某一条，或许只是个个案，但当这些消息串起来，背后揭示的恐怕是中国模式高速狂飙之下那些不愿被看见的隐患。我们先从一件最让人揪心的事儿说起。在9月7日，江苏徐州，一个3岁的小男孩正在沙发上一边看影片一边欢蹦乱跳的。本来这是个无忧无虑的画面，但是他手里拿着的是小米13手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颗炸弹。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手机瞬间起火爆炸，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手机掉在了沙发上，甚至把沙发都烧出了一个洞。孩子的家人说，当时手机根本没有在充电，就是在正常的观看使用，这不是什么山寨机，也不是用了7、8年的老古董。根据孩子阿姨宋女士说，这台小米13是她从网上给姐姐买的，才用了1年多，从来没有维修或改装过。而根据病历显示，这个3岁的男孩左手和下肢被烧伤，部分皮肤熏黑，水泡破裂，听着就让人心疼。大家想想看，这有多可怕？你花钱买了一个主流大厂的旗舰手机，结果它在你孩子手里爆炸了。这件事儿迅速地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无数使用同款手机的网友都吓坏了，纷纷留言说：“我现在用的就是小米13，手在发抖，希望官方赶快公布真相。”那小米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的客服说，手机自燃原因很复杂，需要专业检测才能判断。他们说会派人来取回手机残骸送去检测，但截至新闻报道之时，小米方面还没有实际来取样。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出现这种严重的产品安全事故，应该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比如是消费者保护协会，立刻介入调查，甚至强制召回。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消费者似乎只能被动地等待厂商自己调查自己。很多网友都提醒家属，千万别先把手机寄给厂商哦，要先报警。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唯一的证据被拿走，普通的人想跟一个1000亿级别的大公司博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大家对小米手机质量的担忧。很多网友都留言说，自己的小米手机玩游戏、看影片时就非常烫手，甚至有人说自己的小米折叠屏手机1年不到，内外屏就轮流黑屏，修都修不好。一部手机的爆炸，炸伤的是一个幼童，但动摇的却是无数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当一个企业把性价比做到了极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问一问，这极致成本控制的背后，牺牲的有没有可能是本应最严格的质量和安全呢？我们大师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
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就在手机爆炸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小米内部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9月8日深夜，小米集团发布内部通告，把公司的一位高管明星红米 Redmi 品牌的总经理王胜给辞退了。这个王胜是谁呢？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小米手机业务核心的管理者之一，在微博上有超过178万的粉丝，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数码圈大 V。他主导开发的 Redmi K40 系列等都是市场上的爆款，可以说他是小米和红米能有今天市场地位的大功臣。这样一位功绩卓著的大将，为什么会突然被拿下了呢？小米给出的官方理由是，王胜存在着泄露公司机密信息以及利益冲突等多项严重违规行为。这就很有意思了。泄密这个说法其实早有流传，小米的创始人雷军自己都曾经在直播里开玩笑说，我们王总动不动就泄密被罚款。小米公关负责人王化也曾说，为了不让王胜爆料啊，干脆让他休假了。这个听起来以前的泄密更像是一种内部营销手段，一种无伤大雅的玩笑。但这次呢，怎么就严重到要直接辞退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利益冲突这4个字，很多网友都解读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通常是比较体面的说法。具体原因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布，有人猜他是不是要自己创业单飞了，也有的人说这明显是小米的内部权力斗争。王胜本人很快在微博上回应，说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接受了该有的代价，但他也立刻澄清，说网上很多都是谣言，他没有窃取公司的机密出售，也没有收人钱财，承认有失职，但是没有违法。你看这个整个过程像不像是一出罗生门？公司说他严重违规，他自己说只是失职，真相到底是什么？在一个缺乏透明度和外部监督的企业环境里，外界其实是很难知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曾经的雷总好兄弟，如今被快速切割，微博认证被取消，快手账号被封禁。如果说内部管理是人治，那么小米在外部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充满了争议。最近在印度的市场，小米就惹上了大麻烦，被2大国际巨头美国的苹果公司和韩国的三星联合指控。告什么呢？他们告小米搞偷袭营销，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意思是指一个品牌，它不是官方赞助商，却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品牌和一个重大活动或竞争对手联系起来，蹭热度，吸引眼球。那小米在印度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报纸和社交媒体上打了一系列的广告，直接拉踩苹果和三星。比如今年4月1日愚人节，小米就刊登了一个整版的广告，对那些相信 iPhone 16 Pro Max 的相机可以和小米15 Ultra 匹敌的读者说，愚人节快乐。意思就是说，你居然会相信 iPhone 能比得上我小米，太天真了。在另一则广告里，小米形容 iPhone 16 Pro Max 的相机很可爱 very cute， 然后配上一句话，也许是时候用合适的镜头去看世界了，疯狂地在暗示自己的相机更专业，性能更好，价格还更低。对三星，他们也搞了类似的贬损性的比较。苹果和三星认为，小米的这种做法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变成了对其品牌的贬低和嘲讽，要求小米立刻停止侵权行为。据报道，如果小米不收手，苹果和三星可能会向小米索要巨额的赔偿。这件事情非常有代表性，它体现了部分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一种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战狼心态。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大家普遍遵守一些商业伦理，还有公平竞争的规则。你可以说你的产品好，但你不能用误导甚至侮辱性的方式去贬低对手。小米的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吸引一些眼球，但长期来看，损害的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玩家。从手机爆炸到高管被炒，再到海外的营销争议，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产品质量、内部治理和商业道德上都面临着严重挑战的小米。但故事还没完，小米的最大赌注新能源汽车似乎也正在把它的车主们带进一个更深的坑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这几年政府的大力补贴和推动下，发展的是如火如荼，小米也高调地杀了进来。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车主发现，他们掉进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陷阱，那就是贵得离谱，还年年看账的汽车保费。很多车主啊，当初买新能源汽车就是听说用电比用油省钱，但现在他们发现省下来的油费都交保险了。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博主王指导说车说，他的小米 SU7 第一年保费6700元，第二年在没有出任何事故的情况下，保费直接翻倍，涨到了11400元。他直呼太离谱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小米一家的问题，还有一位上海的车主，他最贵的一辆蔚来 ES8， 今年的保费超过了1万块人民币，他已经动了卖车的念头。这不是个例哦。根据中国银保信的数据，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平均保费比燃油车高大约21%，其中纯电车的保费几乎是燃油车的1.8倍。一位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年开的公里数不多，比如只有2万公里，那电车的总使用成本绝对要比油车高。保费贵就算了，更可怕的是两个趋势，一个是贬值的惊人，有报告显示，开了5年的新能源汽车残值率普遍只剩下3%到40%，而同样的油车还能有50%以上。一辆车去年保险公司估价33万，今年就只剩17万了。第二个趋势是保险公司开始拒保了。今年的新能源的保险，我感觉是尤其的不好上，尤其是一些车龄4到5年以上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的一个粉丝的帝豪17年的，新能源，就是光商业险啊，就是你保一个，比如说我不买车损，就的确是买不了车损，你不买车损情况下，我去买3者，你买到400万都不会给你出这个保单。只有开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才知道这个保险到底有多难买。我的交强险还有几天就到期了，这1个月啊，我在网上尝试了无数次买这个交强险，一直买不了，最后协商沟通啊，保险公司让我去线下营业厅才能买。为什么新能源车保险这么难买？保险公司给出的一个理由很直接，这是一门亏本生意。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24年，中国保险行业在新能源车险上承保亏损了57亿元，有137个车系的赔付率超过了100%，意思就是保险公司收100块保费，要赔出去超过100块钱。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复杂。第一，安全隐患大，电动车自燃的风险始终存在，而且一旦在地下车库烧起来，经常会殃及周边的车辆，损失那可是巨大的。第二，维修成本极高。现在的新能源汽车都喜欢搞一体化压铸车身，稍微撞一下，抱歉，没法修，只能是整个换一下，费用啊动辄上万。电池就更夸张了，稍微磕碰一下，保险公司可能就得按全损来赔，一赔就是好几万，甚至10几万，因为电池差不多占了整车成本的40%。第三，技术和配件垄断，很多维修只能去4S 店，因为外面的维修厂没有专门的检测电脑。配件也是原厂垄断，价格比奔驰宝马的进口件还贵，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车主抱怨保险贵，保险公司抱怨赔本儿，背后是车企为了追求技术上的酷炫和成本上的控制，把高昂的维修风险转嫁给了整个社会。
这背后其实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大跃进模式的一个缩影。在政府政策的强力驱动下，车企疯狂内卷，追求销量和技术迭代。整个产业链的配套，比如保险、维修、二手车市场，却远远没有跟上。最终呢，为这场弯道超车的国家战略买单的，还是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好了，今天我们从小米手机爆炸聊到了高管内斗，再到海外的营销争议，最后落脚到新能源车的保险困局。把这些串联起来，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中国速度下狂飙突进的企业，它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追求最快的市场扩张，追求最激进的竞争策略。这种模式在过去确实会帮助它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事件，就像是这辆狂飙赛车发出的警报声。手机爆炸是对产品质量底线的拷问，高管被炒是对企业内部治理透明度的拷问，偷袭营销是对商业道德和公平竞争的拷问，而新能源车的保险困境，则是对整个产业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拷问。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会有强大的消费者保护组织、独立的媒体、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制约企业的行为，迫使他们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对消费者、对社会负责。但在当下的中国，当这些外部的制衡力量相对薄弱时，企业的命运以及消费者的权益就更多的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和远见。小米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它独有的吗？还是说这是很多在类似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或迟或早都将面临的共同挑战呢？当不择手段成为成功的捷径时，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代价呢？这些问题我们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相信今天的节目能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你对小米的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您是否也会遇到类似的消费陷阱呢？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让我们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